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0种短命手，有钱无命享。虽说人固有一死，只是早晚的问题，但谁都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从古至今，有多少的王侯将相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又有多少的百姓寻求长寿的偏方。其实阎王要你3更死，不会留你到5更，所以人生享受当下便足矣。那么从手相来看，哪些人属于短命之人呢？哪些人又属于长寿之人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短命手相。生命线短。在手相学中，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寿命也比较短，因为生命线与寿命息息相关，生命线越长，也就意味着寿命越长。如果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很难长寿。手纹杂乱。如果一个人的手纹比较杂乱，而且有很多细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手纹杂乱的人心思沉重，容易胡思乱想，心态不好，经常会出现焦虑、烦躁和杞人忧天的情况。而心态与寿命息息相关，心态不好也就代表着容易生病，将来很难长寿。生命线中断有连接。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中断有连接上，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生命线中断代表着在中年阶段可能会遭到一些意外和一些严重的疾病，会给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生命线比较浅。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浅，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征兆。通常来说，生命线浅的人也就代表着身体素质较差，容易遭受疾病的侵袭，即便生命线很长，也依然无法长寿。智慧线向下弯曲。根据手相学的说法，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大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情绪起伏不定，容易胡思乱想，患得患失，而且情绪激动，时常会被外界的一些事情所影响。这类人长时间处于悲伤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因为精神类的疾病而导致死亡。生命线呈倒钩状。生命线呈倒钩状的人平日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胆结石、肺结核、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由于长时间与疾病做抗争，身心俱损，将来很容易早逝，因此在健康保养方面不可掉以轻心。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根据相学的说法，若是生命线的末端有流苏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这种类型的人大多身体机能较差，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换届的时候常常会感冒发烧，在病毒或者是有大范围流行病的时候也很容易被感染。而且这种类型的人比较偏执，不懂得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所以很难长寿。健康线下垂。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线下垂碰到了生命线，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说明健康运势不佳，容易短命，甚至还会死于非命。这类人平时一定要谨防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同时也要远离是非和危险的地方。生命线末端有星星。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很多星星的记号，这种手相也很不吉利，说明容易被疾病缠身，容易发生意外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出许多。比如交通事故、人为伤害、天灾人祸等等，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和健康。生命线有缝隙。如果生命线的中间有缝隙，并且缝隙比较大，这种手相也是非常不好的。生命线有缝隙，也就意味着命运坎坷多磨，将来多灾多难，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长寿手相。手掌很厚实，很饱满。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
2. 手掌丰满红润。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象。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3. 手指纤细。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着这样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4. 掌心有痣。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的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5. 食指与无名指等长。一般的人食指都会是最长的，但只是大部分。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说明此人天生有福，属于长寿之人，一生福禄寿全，好运不断，靠着自己的天资聪颖，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更成功的事业，更幸福的家庭。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而且自身的福报深厚，愿意帮助别人，创造了很多的幸福。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雷锋。6. 生命线很深很长。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生命线不仅很短，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的生命力不强，抵抗力差。而通常来说，生命线很弱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这样的人连自身健康都无法保障，如何可以长命百岁呢？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所以这样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7.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长寿人的手纹之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患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第二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百岁，一辈子好运。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说明你的运势很好。8. 生命线旁边有支线。在手相图解生命线中，如果生命线的旁边出现了一个支线，这条线就是负生命线了。一听到这儿，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负的只有在正的缺席的情况下才能够派上用场。其实就跟这性质差不多，负生命线就在生命线出现变化，自己遭遇不测的时候，负生命线就担负起保护主人的重任，让他在危险中脱身。这样的人总是会比别人幸运一些，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不作死，活到长命百岁也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活多久都是有命数的，如果一味的纠结能活多久，反而是种痛苦。人生在世，活一天就要精彩一天，这样也不枉来人间。长寿纹在手，能活99。从人的手纹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我们应该从手纹的哪个地方看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通过手纹看寿命。一、看生命线。从手相看寿命，第一，我们可以先观察生命线。一个人生命线的长短，并不一定就代表着寿命的长短。我们是可以从生命线的形态看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也可说，一个人生命线的长短，并不直接代表着他寿命的长短，但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生命体质的强弱。如果是生命体质比较弱的人，相对身体状况就会差很多，对寿命肯定也是有影响的。二、看线纹的颜色。在手相中，对于手中掌纹颜色的判断也尤为重要。就比如说，一个人手中的皮肤，如果是掌纹清晰可见、色泽红润者，则是一个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象征。这样的人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如果掌纹比较苍白、暗淡的情况，则是说明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自然也就无法长寿。三、看掌纹的走势。在一个人的手掌当中，纹路的特点可以展现出来一个人的运势变化。大多数的掌纹不清晰，或者是运势很差的话，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且事业运和财运也会出现下滑。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状况，那么是无法正常完成工作的。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自己的精力也不能够很好的集中，去专注的做好一件事情，这样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这样对你的身体状况是更加不利的，严重影响了寿命的长短。二、短命的手纹特征。一、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非常不好，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因为健康出了问题，会出现健康纹来预警。二、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来说，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不是断断续续的。但有少数人手相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有一些人手相中的生命线出现了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有缝隙，后面又连上了。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佳，断裂的位置代表对应的流年。这一年会遇到大的灾难，充满了破坏力，更暗示着一个人的寿命不长，容易早逝。三、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如果你生命线的末端位置出现了很多分叉的小细纹，如同流苏形状的一般纹路，这样的生命线也是十分不吉利。根据手相学的说法，生命线有流苏纹的人是一个健康运势非常不好的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会急速衰退，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时常还容易出现头晕、脑胀、胸闷的情况，长久下去必定会猝死。因此，这样手相的人要立刻改善自己的饮食、作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否则则容易短命早逝。四、生命线很短。从手相中看寿命的长短，就离不开对生命线的分析。因为生命线的长短好坏，如果一个人手相生命线很短，或者线形很细，甚至生命线断断续续，有时候甚至看不太清晰，纹路也十分不清晰，那么生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就容易是一个短命之人，甚至有的人会出现从小体弱多病，这样的寿命自然不会很长，也有的人会遇到飞来横祸、无妄之灾。五、生命线有十字纹。这种手纹的人天生的体质差，免疫力低下，到晚年时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此类人最应该在年轻时便注意调养身体，坚持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这样晚年时才不至于被病症缠身。六、感情线杂乱无序。这种手纹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些心脏方面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心脏方面的保健。而且这种人大多性格容易急躁，在日常生活中情绪的波动起伏也十分大，常常会被一些烦恼所困，生活中忧愁的时候多，快乐的时候少。
想要生活顺畅，活得久一些，在平时需要多看开一些，凡事少些斤斤计较。3. 长寿的手纹特征。1. 手掌有星纹。手掌有星纹是寿命长的手相，一般手相能看出寿命是我们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手掌有星纹的人心态好，他们会以一种好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所有发生的事儿，或好或坏他们也都可以接受，让他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时都不会因为急火攻心而产生疾病。寿命长短跟心态有一定的关系，心态好，寿命自然会长，所以这是象征寿命长的手相之一。2. 生命线中有水星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患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作第二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百岁，一辈子好运。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说明你的运势很好。3. 生命线伸长。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想知道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很少会被疾病困扰，有非常好的健康状态。也因为这样，他们的寿命往往比别人更加长一点。4.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这种人白手起家，不仅可得功名利禄，寿命还非常的长。如果贵人线搭配上太阳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没有病灾，可以名扬四海，多子多孙，至少可以活到90岁。5. 三角纹。手掌上的手纹有几条线构成三角形的纹路，便是三角纹。一般来说，手相中出现三角纹并且形态清晰的话，属于吉利的手相。若是手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三角纹，代表一生平顺，身体健康，抵抗力强，就连感冒也很少。6. 米字纹。米字纹手相会出现在我们手上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大拇指头上有米字纹，整体来说运势比较好，呈上升的趋势。天赋方面趋向于艺术以及心理学，事业上的成绩很大，待人和善，追求平淡的生活，不会计较名利及金钱，同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他们不仅有着非常好的命运走势，还有着很长的寿命。手相是人体的重要组成，手纹的变化跟身体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但还需要结合其他方面来看，如面相、志向等方面，这样才能真正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是否长短。大家讲讲5种罕见的富贵掌纹。掌纹是相术中的重要参照物，不同的人其掌纹的大小、形状、粗细等等都不尽相同，可以说掌纹是个人的专属特征，也是算命中的重要依据。在形态各异的掌纹中，有一些掌纹可谓实际罕见又特殊，平常人都难以看到，拥有它们的人必定是人中龙凤，将来贵不可言。今天小酱汁来给大家介绍5种罕见的富贵纹路，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1. 折桂纹。折桂纹就是在手掌的下方有一条从金星丘底部斜着延伸出来的线，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缓缓向上延伸的纵线，从而形成的独特线形。古相学中把它称之为折桂纹。折桂纹代表一种特殊的才干和渊博的学识，所覆盖的星丘也是与学术研究、文化思维、灵性意识有关，因此折桂纹多代指天赋和名气。
这个线形所在的位置又是中国古相法所代表的乾宫，乾代表高贵的人，在奇门遁甲中，乾又是生门的位置，代表灵性、超脱与往生。所以这种纹路的人天性与高贵的人有缘，容易受到人赏识欢迎，登高折贵，一鸣惊人，往往具有比较传奇的经历。中国古代的纵横家可能多出这种纹路。男人手掌中生有折桂纹是非常吉利的，是福泽深厚的表现。生有此纹的男人往往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才华横溢，必能在大考中夺得头名状元，有过人才干，工作步步高升，能收获功名利禄、财气和福分都不少。此外，在婚姻上也能够取得贤惠好妻子，既有稳定事业，也有美满家庭，可谓是事业财运婚姻俱佳，人生运是非常顺遂。有诗云：折桂纹名有大才，如主极地绝高魁。西娥月里萍相约，一日登云折桂来。折桂纹主荣贵，拥有这种手纹的人，不论男女，贵人运都非常不错，在生活中容易遇到贵人帮助，再加上自己也很努力，所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事业成功，财运自然也跟着好。2. 双鱼纹。所谓双鱼纹也叫做鱼形纹，是指在手掌中出现的半弧状交叉纹，形状像一个鱼形，这是比较少见的掌纹。有这样掌纹的人往往能力过人，才华横溢，智慧超群，而且运气很好，一般都能够成为成功人士。成功以后，房子车子不在话下，是属于有名有利的人。双鱼纹出现在不同位置，所代表的含义也不相同。1. 双鱼纹出现在艮宫、震宫，文采出众。双鱼纹出现在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时，艮宫、震宫是文昌星照命，预示此人文采出众，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会获得很高的学历。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心红润，掌纹细腻，那么这个人官运好，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踏上官职。男士的话，更是可以获取一个高贵有钱的妻子，辅助他去达成他的官运、财运。2. 双鱼纹出现在坎宫，有贵人相助。双鱼纹出现在坎宫称坎鱼纹，主意有贵人相助，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有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婚姻关系亦良好，一生富贵无比。3. 双鱼纹出现在中宫、明堂，人缘极佳。双鱼纹出现在生命线上或者掌心、中宫位置，预示此人人缘极佳，有广泛的人脉，做事情总是能够找到助力，所以很容易成功，一生也是既富且贵。3. 美鹿纹。在手掌中有不少的三角形手纹，而且都是偏斜呈横纹形状的三角纹，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就是美鹿纹。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坤宫以及艮宫等区域，纹路清晰深刻，象征着吉祥与富贵。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通常家境优越，一生物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福泽深厚，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所到之处自有人代为上宾，过得舒服自在，有一定的学习机会，见解非凡，长大能够有大作为，飞黄腾达。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今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过父辈，也算是光宗耀祖了。掌中有美鹿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很好，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相助，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也就是说呀，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4. 千金纹。千金纹是指手掌中的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而且还乐善好施，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贵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家境殷实，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够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佳。
涉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事业会起步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财运会更加旺盛。5. 三奇纹。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通常可分为2种，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为3条向上的线。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可多方面发展事业，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女性主干练持家，旺夫兴家，如太阳线之支线漏缝者，男性主先成后败，女性主到老孤独。另一种是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是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如果掌中有此纹线，其人会名利双收，具有事业潜能，很是了得，绝非凡品。其人的成功与著作、社交和口才有关，如作家、律师、教授等。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3奇呢？民间传闻，一奇为金玉良缘，婚姻美满幸福；二奇为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三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三奇明显的人天生就注定不凡，他们要么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不少的便利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掌中生有三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够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为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快看看自己手上有没有这些特殊的掌纹吧。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象征，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努力还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终究要靠自己打拼。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